土木堡之变让明朝精锐尽丧，国运崩塌，却被一对先封神后摆烂的父子硬生生拉回正轨。有人说朱见深差点灭了女真，有人说朱佑樘比肩汉文帝，可这俩皇帝后期全沉迷炼丹，放飞自我。成化、弘治两朝到底藏着多少热血与荒唐？今天咱们顺着时间线，把这段最反转的明朝历史说透。公元1464年，坑了明朝大半辈子的朱祁镇病逝，那个从小被当政治牺牲品，连生存都要偷偷摸摸的朱见深，终于登上皇位，史称明宪宗，次年改元成化。刚上位的朱见深，那可是憋着一股劲要给父亲补坑。他一出手就是3大招：减税收，让老百姓喘口气；为于谦平反，恢复其儿子官职，洗刷千古冤屈；为叔叔朱祁钰恢复帝号，弥补皇室遗憾。这3步棋一走，朝廷上下一片叫好。朱见深的明军直接立住。军事上，朱见深更是硬核。1465年，他派兵平定广西、四川暴乱；1466年，扫清金乡乱匪。到了1467年，建州女真屡次犯变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。朱见深怒了，直接下死命令，保其巢穴，绝其种类，5万明军兵分3路围剿，还拉上藩属国朝鲜配合作战。这场被称为成化黎庭的战役打得有多狠？女真首领董山、李满珠父子当场被杀，整个女真族被打得几乎灭族。也正因如此，后来清朝修明事实，才会刻意抹黑朱见深。经济上，朱见深任用贤臣，减免赋税，发展农业，明朝经济眼看就要回暖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位前期猛如虎的皇帝突然断崖式摆烂，怠于政事，长期不见大臣，天天泡在后宫，还疯狂沉迷炼丹，一门心思想长生不老。贤臣们寒了心，纷纷请辞。更要命的是，1476年京城爆发妖狐案，朱见深差点被刺杀。他对东厂起了疑心，又不敢废除祖宗留下的制度，干脆新设西厂，让太监汪直统领，和东厂互相制衡。西厂权力比东厂还大，成员全是从锦衣卫里挑的狠角色，一时间朝廷大臣、勋贵被谋害无数。直到1482年，朱见深发现汪直权力太大，威胁皇权，才下令废除西厂。而朱见深另一大槽点就是宠幸万贵妃。万贞儿仗着皇帝宠爱，在后宫骄横跋扈，还间接干预外廷。官员们为了升官敛财，纷纷贿赂万贵妃的家人，把朝堂搞得乌烟瘴气。公元1487年，成化23年，41岁的朱见深病逝，临终前留下遗诏，让太子朱佑樘继位。这位新皇帝朱佑樘命运比父亲还坎坷，他的母亲己是本氏宫女，被朱见深临幸后怀上了他。可当时万贵妃掌权，非要斩草除根，又是逼堕胎，又是派人追杀。好在宫里的宫女、太监们都心善，瞒着万贵妃偷偷保护她。太监张敏更是冒着生命危险，把朱佑樘带出宫，藏在柴房里养了6年，直到朱见深的次子夭折，朱佑樘成了唯一的皇子，张敏才敢说出真相。朱见深又惊又喜，立刻把儿子接回宫中重点培养。18岁登基的朱佑樘改由弘治，史称明孝宗。从小吃过苦的他，比谁都懂朝政的弊端，一上位就启用贤臣，把内阁地位提至6部之上，让有能力的人施展抱负。他深知宦官专权的危害，严厉约束东厂，让其恪守本职，把之前的奸佞之臣全给罢黜了。法律上，他删掉严苛条文，被后人评价明智易逮。立法创制皆在太祖之事，至孝宗朝时有修明之举。军事上，他整顿军备，对来犯的鞑靼采取防御战略，还历经坎坷收复了西边的哈密。经济上，他节俭爱民，弘治年间灾害频繁，他屡屡减免夏税秋税，还拿出国库财物救济灾民。最能证明他功绩的是一组实打实的数据。弘治之前，明朝人口5020万，到他执政后期，人口直接突破6000万，18年增加了近1000万。可没想到，朱佑樘走着走着，也步了父亲的后尘，开始沉迷炼丹求长生，还重用宦官李广。就因为李广懂符箓导丝之术，李广仗着皇帝信任，大肆贪污受贿，大臣们怨声载道，最后李广畏罪自杀。朱佑樘还不死心，派人去李广家找炼丹秘方，结果秘方没找到，倒查出一账本，上面写着黄米几百担，白米几百担。朱佑樘纳闷，他家能放这么多粮食？旁边大臣小心翼翼解释，皇上，黄米是黄金，白米是白银啊。朱佑樘听后半天说不出话，总结下来，
朱见深、朱佑樘这父子俩都是前期明君，后期躺平的典型。朱见深前期成华，黎庭定边疆；朱佑樘前期勤政爱民增人口，可后期都栽在了炼丹和宠信奸佞上。公元1505年，弘治18年，朱佑樘突感不适，召见儿子朱厚照后，在乾清宫去世。接下来，明朝第10位皇帝朱厚照要登场了。他可是明朝最传奇、最荒唐、最会玩，也最能做的皇帝。他的故事比父子俩还精彩，咱们下期接着说。